欧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Chipmunk 花栗鼠的塔罗频道，我是小乔，很高兴大家又来收看我的频道，听我解牌。如果信息有对应到你，或者对你有一些帮助和指引的话，欢迎大家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给我的视频点赞留言让我知道哦，或者写下你们的故事也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积极的点赞留言，向宇宙领取属于你们的好运。今天我们要做的题目呢，就是看看大家最近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呢？然后看看这个机遇是来自哪里，谁给你发出的这个 offer 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opportunity， 看看你们为什么会收到它，然后为什么会把这个机会啊这样的一个机遇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我呢也会尽量的把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给你们圈出来，然后看看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今天我们也是有3组选项啊，第一组是这个是方纳石，也叫苏打石，它主要对应到我们那个眉心轮和喉轮的一个能量啊，有助于修复我们眉心轮和喉轮。这颜色也是对应到我们喉轮的颜色的，是一个蓝色的能量啊，蓝色的石头，很漂亮，很漂亮。这是我们第一组。第二组是这个鸡血石，也是很常见的一款石头啊。第3组是这个月亮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3组选项啦。选好了吗？选好的话，我们就从第一组解牌开始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选到是这个，这石头非常好看啊，主要是跟我们这个脉轮能量相关的，有助于提高我们脉轮的一个能量啊。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呢？这个机遇是来自哪里？出牌相当快哦，圣杯十，哇，你们圣杯牌很多呀，又出现一张王牌。审判，女祭司。我们先把牌抽完，然后再来统一看。哦，又是一张王牌，一个新的开端吗？圣杯3，哦，星币9，哦对，你们的底牌是 Devil， 恶魔牌。好，第一组的宝宝们啊，我感觉到你们是在未来是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的，而且不止一个，是有很多机会的。而且你们这个 offer 啊的提供者，就提供的来源可能也不只是一个人，或者不只是一个单位，你感觉是有很多人会提供机会给你们，就感觉只要你们想，只要你感觉这个工作这个 offer 很合你胃口，我觉得你们都是可以自由体验的，你们也可以自由的要求你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啊，而且我感觉你们也是可以自由的提出你们想要的一些要求的。我们这边是有3张王牌，还有一个圣杯10和圣杯3，所以我感觉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即将迎来的这个机会啊，我感觉你们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做出选择的，就我感觉你们在多条路径之间做挣扎，努力的想要做出一个决定啊，因为我感觉即将迎来的这些机会啊，而不是这个机会，不止一个，有很多，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选择困难、选择恐惧症啊这些的，所以你们不知道要怎样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你们也无法摸清就是哪条路是真正适合你们的道路啊，你们在一直努力在做出一个决定啊，感觉。那为啥你们会在这几个 offer 之间来回犹豫、来回徘徊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些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机遇啊，这个 offer 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需要你去搬动啊，搬离这个城市啊，搬离某个地方啊，搬家之类的。
所以有可能这样的一个 offer， 这样的一个机遇能给你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啊，但是可能你是必须需要切换部门，甚至是搬家，甚至是搬到别的城市去的。所以感觉第一组宝宝们，你们现在就处于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 offer 啊，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因为这个有可能是需要你去做一些调动的，甚至是更大规模的一个调动啊，就是出国呀、换城市啊，再小一点可能就是需要搬家，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但是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个 offer 啊，肯定也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提升、更高的一个位置，甚至是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所以感觉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有可能在这2样东西之间在犹豫啊，是不是要接受调动呢？但是这个薪资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回报会很高，会高一点，但是这个薪资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回报可能是很好的，很高，所以你们可能会犹豫一些，你们也会在这之间在犹豫啊。在想这到底值不值得，需要我这样做吗？还有就是，虽说这边并没有出现这个权杖10之类的一些很有压力的卡片啊，但是我这边看到是可能这个工作这个 offer 可能也是会比之前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有更大的工作量，或者是你要担更多的一些责任，所以你们这边可能是有一些担心，有一些紧张的。你会担心就这个工作啊，工作量会不会比以前要大呀？你的责任，你要付出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也要比以前多一些呀？就虽说这个薪资啊，它的一些回报很可人，可能非常多、非常丰富的一些回报啊，这真的是很优质的一个待遇啊。但是你也会担心，会不会就是这个优质的待遇下面，可能是你需要付出更多的一些东西啊？例如可能会导致你情绪上的一些崩溃啊，可能会导致你压力非常非常大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责任呐。因为你知道，就能力越大，肯定责任就越大嘛，责任越大，肯定压力就越大。所以就像你现在可能即将得到一个晋升啊，或者是一个非常薪水的 offer， 但现在有可能你必须要承受的就是可能会迎来很大很大压力，比之前要很多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这边看到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起伏啊。而且因为我这边看到很多张王牌啊，还有一个圣杯3，所以我觉得不止一个 offer。所以这些 offer 当中，其中至少有1-2个可能是需要你去移动的，但是他们的待遇啊，肯定就是很优越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你会犹豫，你会不决。但是我看到是这些东西就是能够完美的符合到你对一些现实的欲望的。而且我也有看到第一组宝宝们接下来的这个机遇啊，可能是真的你们梦想了很久的一个机遇，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可能是你们会有机会去到另一个城市啊，甚至另一个国家去学习。就是你们可能之前想这样的一个情景已经想了很久了，也是非常非常可人的一个待遇啊。但是它可能就当它到来的这一刻啊，你才会开始就有一点点紧张吧。就真的可能就感觉，你已经梦想这个位置好久了，你已经为这个梦想已经付出很多了，但是当它真的涉及到你的一个实际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要开始面对你之前不用去面对的一些责任了，你开始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起伏、情绪的波动了。但我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女祭司她是一个逆位的，但是她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当这个女祭司她逆位的时候，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无法做决定啊，情绪很敏感呀，比较不冷静啊，那个之前的一些两面性也没有了，不会很好的权衡了。尤其底牌还是一个恶魔，在这个恶魔的加持下，可能会更加的脆弱一点吧，比之前那样的一个状态要更脆弱，所以可能会有卡住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也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上帝视角去看清楚一些事物啊。但我这边看到，同时你们的圣杯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提供给你们这 offer 这一方啊，他们可能也是抱着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的，他们会让你们的这个决定变得更加自由，他们不会过多的去限制你们说去给你们一个期限让你们好好考虑啊，这期限内一定要给个答复啊，或者怎么样，就非常紧逼、步步紧逼的那种啊，他们不会的，他们是抱着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角度的，所以感觉他们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平和的一个态度啊。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给你们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耐心呢，他们不会去
强迫你们去一定要做出某一样决定啊，他们非常开放啊。而且我感觉你们的每一个决定啊，他们也都会帮助你去让你获得更多的信息，来帮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感觉第一组宝宝们即使在多个 offer 当中犹豫不决，你们也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开放的，你们不会被就很紧逼的一定要在某个期限之内给答复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很紧张的感觉。所以我这边看到是不管给你 offer 给你提供机遇的这个是谁啊，他们都是对你的态度非常亲切，非常开放的。而且我感觉即将到来的这个机遇啊，它也不会是一个非常简单就能做的决定啊，因为这些决定啊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啊，所以你们可能是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些东西的，可能也是需要时间来权衡一些东西，需要你去吸取更多的资料，更多的讯息来帮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感觉他们那一方是非常开放的，对你们也是非常友好，愿意去帮助你们的。所以我感觉你们这个情感上流动啊，内心的这个正向的精神能量也是非常好啊，因为对方给你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平和的，所以感觉你们在后期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压力也不会太大，因为感觉就不会像是全世界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一定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你的压力就好大啊，感觉不会这样的。然后看看是谁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个 offer， 这样的一个机遇呢？因为这边有圣杯10，所以我感觉可能是周围跟你很熟悉的一些人有可能来自家庭啊、家人，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总之就感觉是你比较熟悉的一些人，也有可能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上司啊，可能是你现在的老板啊，给你的这个更好的机会啊。因为这边给我的这个能量啊，这圣杯10给我能量非常舒服，就有可能是你现在线下相处非常好的一个老板啊，或者家庭里的一个高位的人，反正感觉这个关系是很舒服的。因为这个圣杯10嘛，主要是一个情感很深的一个能量，很深的一个链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你身边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他们可能会要求你们搬到跟他们一样的地点去，有可能你之前的一个上司啊、老板跟你不在一个工作地点，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上司、你的男朋友，可能是跟你不在一个城市发展，甚至不在一个国家，有可能他们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搬到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共事。因为毕竟这边10个杯子嘛，所以我感觉这个亲密程度啊，不是一般的朋友，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我感觉更多是那种比较亲密的一个能量啊，比较熟悉的一个能量。所以说这感觉是有一个关系很好的一个上司，可能是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啊、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去搬到别的地方。同时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搬动，这样的一个调动是要把你们两者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啊，所以可能你们会在这些事情上要考虑、要犹豫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啊、你的伴侣啊、你的上司可能是做一些跟移动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要求你们跟他们一起去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你也会在这之间稍微去斟酌，稍微去权衡一下。或者说这些 offer 的提供来源可能分别来自你的伴侣啊、你的家人和你的上司啊，可能大家关系都很好，你不想搬离任何一方，你不想离任何一方都是远距离的，所以你可能也会在这之间犹豫啊。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一些讯息可能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带入的。还有我这边看到就是这个决定啊，其实完全就是由你一个人做决定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你、逼迫你，或者给你一些压力啊，就是由你自由去完成的。而且我这边看到几张那个王牌的这个能量啊，感觉也是你们第一组宝宝们已经准备好要去迎接你们的一个新的生活了，新的冒险。同时我感觉这个新的机会呀，也是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独立的，变得让你们更加有创新精神和创意，也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也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所以说你们即将迎来这个新的 offer 新的机遇啊，就是专门提供给你的，也就是说这个机会能够让你们去找到你们真实的自己，能够让你们确切找到真正的定位吧，能够让你们真正去了解自己。
也会让你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技能吧，也会让你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独立。总的来说，这些 offer 啊，对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友好、非常好的。反正我感觉，你看一副牌总共就4个王牌，你们抽到3王牌，感觉你们也是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的篇章了。你们也已经准备好去迎接一个新的冒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啊，完全就是由你们自由去做决定的。然后我感觉你们同时也是非常非常兴奋的，这些机会啊，对你们来说都是非常友好、非常 nice、非常优质的，而且感觉你们也是会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同时，这张审判牌虽说是逆位啊，我也能看到很多积极的。而且这张审判牌啊，虽说是逆位啊，我同时也能看到很多积极的情况啊。因为你们这个提供 offer 给你们这些人呢，他们是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对你们也是很平和、很温顺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感觉你们做的这个选择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走向一个更光明的一个未来的。所以说这边即使是有个逆位的女祭司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负面的这个能量的，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会抛弃你们之前的那些负面的能量啊，你们会去放弃你们的挣扎，抛弃掉你们之前那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能量啊，你们会捡起属于你们的一个责任和职责的，你们也会做好你们即将要迎来的那个工作的。因为女祭司这张牌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张牌啊，它又冷静，然后它又聪明，它还是在一张高位的牌，同时它还有两面性，就一切的优点都集中在这张牌上。只不过逆位啊，有可能会能量慢一点，有可能是说这个负面能量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感觉最终你们都是会克服的，就是你可能会怕之后这个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呀，比之前要担更多的责任呐，可能会承受来自周边的一些期望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工作量啊，付出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说你们情绪上有一些紧张，有一些敏感，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我感觉你们也会慢慢的就是要调整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自己自身也是想要去解决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困难的，你们自身也是想要去走向一个更光明更好的未来的。我觉得也是真的，你们的生活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有趣、非常 nice 的一个冒险在等着你们，新的冒险。所以这些机会总的来说对你真的是好处多多啊，他们能够去帮助你拓宽你们的视野，也会帮助你们去开启一个新的旅途、新的征程。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因为你们看最后这张牌星币9，星币9，你要的什么东西都能来到你们生活当中啊，所以感觉这个 offer 给你提供的一些待遇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星币9，所以说你们在最终是会赢得你们属于你们的一些丰盛的，而且这个丰盛啊，不是一种小丰盛，是极大的丰盛啊，感觉特别特别好。就你们有可能接受这个 offer 之后啊，你们的这个新机会啊，可能就是接受一个新的 offer 啊，接受晋升啊，甚至出国留学呀，转移阵地去国外发展呐，类似这样的一个机会呀。但是啊，虽说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开始吧，就感觉更多是情绪上的一种艰难呀。就你们可能会紧张，你们可能会情绪变得比以前更敏感一些。但是我这边看到是，就实质上的压力啊，可能会比较小一点，主要是你们自己带给你们自己的精神上的紧张感，有可能就对你们来说一开始是艰难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把那个目光放得要长远一点，就不要放弃啊，不要轻易的放弃它，因为你一旦开始了，这就是一个斗争。因为你们最后一张牌是一个星币9啊，这9这个数字啊，就是一个完成的一个能量了，99归一嘛。所以说你们在最终你们可能会结束掉一个旧的周期，你可能会开始一个新的旅途、新的征程。这个旧的周期就是说你们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 offer 了，你们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习惯了，去慢慢的接受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了。然后这个能量结束之后，你可能会获得很大很大程度上的一些丰盛了。之后感觉你们的这个发展会越来越好，甚至更好，因为这是一个周期的一个结束嘛。这周期之后，你可能会迎接一个更好的、更加优渥的一个生活。所以这边圣杯牌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是需要去调节一些你们的情绪的，就是你们可能会在情绪上觉得一开始非常非常艰难的，有一个艰难的阶段，就起初可能你们情绪上很难调整的。
就你们可能会想家啊，因为我这边有感觉到一些移动的能量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敏感的情绪啊，有一些猜忌，有一些猜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是不是自己走错了呀这一步，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在中间有一小段时间会觉得当初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现在回去啊，现在回归到之前的一个生活会不会还不晚啊？还可以，你们会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你们在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他一开始可能是对你们稍微情绪上是有些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紧张的情绪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那我觉得你们要保持一个冲劲儿啊，不要放弃。你们要记得，你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其他障碍之前都已经踢掉了，你现在有一个这么好发展机会，对吧？我只能说，你们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你们的未来发展是会越来越蓬勃的。你们的这个 offer 啊，给你们这个机遇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最重要就是你们可以学会去享受自己，你们会知道自己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也会知道自己的一个定位。所以总的来说，给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丰盛的。那我们来看看时间段吧，来看看大概什么时间你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机遇呢？15，1加5 6，所以我感觉你可能是在6月份啊，可能6月份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现在已经是6月了，那有可能就是6号，因为还有1、5，所以也不排除1号和5号，所以感觉主要就是1、5、6这个能量啊，不是1月就是5月就是6月，那不是1号就是5号就6号，有可能是15号，也有可能是对跟6有关的，跟1和5有关，15有关啊。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6周之后，6个月之后，这都有可能的，然后也有可能是在15周、15天之后。但我这边感觉这个能量还是有一些稍微延缓一点的能量的，主要是你们需要调节你们的情绪啊，精神上的一个能量，所以我感觉半个月之后这个机会不是很大，但是也是需要你们去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啊，感觉更有可能呢就是6周之后、6个月之后、5个月之后，也有可能就是15个月之后。还是需要大家去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啊，代入一下。那最快的一个能量啊，就是6个星期嘛，也就是差不多1个半月、2月这样的。我觉得半个月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调整1个半月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可以冲一冲。最快可能就是6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怎么着也是对能调过来的。总的来说，其实6周1个半月啊，也不是特别慢，还是挺快的。这个能量给我感觉，而且你们有这个圣杯王牌呀，还有圣杯3，还有一个这个小恋人牌，底牌还是一张恶魔牌，所以我感觉更多是跟你亲密关系有关的嘛。但有可能也是涉及到你的伴侣、你们男女朋友啊，就是也有可能是类似这个比较亲密的合作伙伴呀，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同事啊，你的一个比较要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来问你要不要跟我去别的城市发展呢？哥带你啊，姐带你，这样也有可能就是你们的伴侣啊，可能对要带着你们去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一起发展啊，也有可能是一个朋友啊。我感觉就更多是这种类似的能量啊，大家可以自行代入一下。但是我感觉更多就是稍微亲密一点的，类似亲人呐，或者浪漫关系啊、情感关系这样。而且你们这个新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我感觉你们这个新的 offer、新的机遇，我想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是接受啊，或者不接受，或者接受其中哪一个，你们都是会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感到非常非常快乐的。你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积极呀。而且我感觉你们在之后也会庆幸你们当初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多么明智，多么的正确，你们会非常非常高兴的。我看到，所以说第一组宝宝们，你们一开始啊可能会有一些害怕，有一些紧张，有一些不知所措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在最终啊，中后期大概就开始有那种兴奋、轻松的能量出现了。就像你们无论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感觉都是能够很好的成长的。因为你看这个宝剑王牌，它感觉就像一个在冰天雪地的这样的一个
场景里面啊。那这个圣杯王牌就感觉像是在水上啊，那这个圣杯王牌啊，感觉可能就是在水上的水里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这个宝剑被这个星币王牌呢，有可能就是在丛林呐、在热带呀，在一些高处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能量。我感觉你们无论在哪样的一个环境下，在哪里，你们都是能够茁壮成长的，你们也是有很多就是蓬勃发展的机会的。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无论你选哪条路，我感觉宇宙都会帮助你去指引一条最适合你的道路，会让你感到非常开心、非常轻松的一个道路啊，一个方式。所以说，感觉有可能是时候你们是需要去走出之前的一个周期，要开始一些新的生活，要开始一些新的工作、新的计划了。但是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可能会给你带来稍微略微巨大的一些变动啊，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变化。但是嘛，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克服、努力去习惯努力去调节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在我看来，你这个决定啊，对你们来说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有可能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因素，是需要你去仔细考虑、仔细的去摸索一下的。但我觉得你们也是需要去调节你们的内心的一个能量的。你们是要看你们最终到底想不想要这个东西啊，想不想要这些丰盛的能量，想不想要这个待遇。因为我感觉待遇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 offer 非常不错的，就看你们想不想要了。你想要的话，周围人他们是会给你们一些建议的，你们就接受就好了，尽量的不要把这个决定去复杂化。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核心是在于你的，你是可以自由去做决定的。但如果是你不想的话，你就死活不想接受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offer， 所以说薪资很好啊，或者看起来不错呀，可以帮助你去学习到更多东西呀，能够拓宽视野啊，但是就是不想接受这份工作的话，但是又怎么想呢？又同时身边人又寄予你一些希望啊，很大希望，可能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啊，你不想让他们失望或者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情绪可能会在你身边围绕啊，可能会觉得就内心很乱很挣扎。但是你们也需要知道，就是这个决定啊，它还是看你自身。如果你不想，那就不想，你要切除杂乱，把一切都简单化，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在心里吧。就是内心也是不要想太多杂七杂八的，你就问你自己内心，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 offer， 就一切就很好解决了，很好做决定了。但是我也想说，就像温水煮青蛙嘛，你待在一个环境越久你可能就会越来越习惯你周围的那些环境、周围的那个圈子、周围的一些人事物，所以你可能就不会有更大的一些提升吧。甚至说你会在这样的一个温水里，你要等它去沸腾，你可能就会死在这样的一个温水、这样的一个沸腾的热水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啊，我就是说有可能你们会在你们之前习惯的一个领域、一个圈子、一个环境里面去停留，会想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做一个思想斗争。但是就当你们可能反应过来，你们需要吸取更多的知识，需要更多的一些信息，可能需要去拓宽自己的视野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就我们已经习惯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直到它真的沸腾了，你已经动不了了，或者是说就是为时已晚了。但是我其实不这样觉得，我觉得你想做一个决定的话，你在什么时候做决定都不算太晚。我觉得在思考的时候，同时也是宇宙会提供给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在犹豫这样的一个 offer， 可能对你来说你现在的犹豫就是宇宙给你的一个讯息，那可能就是现在时机还没有到，你可能还不能够接受它。我觉得对你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不能说哪个决定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晚的，你会让你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觉得人生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啊，等待还是不等待，对你们来说你都是不需要去后悔的，不需要为你们当时做那个决定啊那些想法去后悔的。因为我们在目前这个圈子，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待了这么久，我们习惯了或者习惯了某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处理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的。就是在我们处理够了我们这个阶段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在最终就会意识到，我好像需要去
跟这个圈子说拜拜了，可能要跟这个环境说拜拜，因为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了，我可能需要离开这个圈子了，需要冲向更好的未来了，要迎接更好未来了，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你们可能是需要去有一段时间去踏出你们的舒适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舒适圈可能在最终不一定是你们想要的。我感觉你们第一组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你们也是有欲望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留在这样之前的一个舒适圈的，你们可能会决定要踏出去。就尽管之前的一个环境啊圈子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是挺好的，你已经很满足了，也是能够满足你的一些兴奋啊、激情啊、平静点的，也是没有啥需要你去焦虑的地方的。但是第一组宝宝们，你们要知道，就是当你们开始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迎接一个新的未来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哇，为什么我们要早点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这个新的开始真的非常非常好啊！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你们会慢慢的不再为一些东西感到焦虑。而且我也觉得就是等你的这个 offer 啊，这个 offer 是在等着你的，你们是可以自由去做决定的，这个 offer 也是对你持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的，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亲切、非常 nice 的。因为我感觉很多圣杯这个情感能量是徘徊在这组卡片里的，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就很亲和的一个能量，对你们是没有压力的。就如果你们对这样的一个机会说不，我不想要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还是会有个新的机会的。你们是不缺 offer 的，你们也不缺机遇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实在很难去做一个决定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啊。你们会在一个更加正确的一个时间点去迎接你们的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新的选择的。所以你们如果实在是不想的话，你们可以放弃掉这次的机会，放弃这次的选择机会，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尤其是情绪上的压力。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多去感受到自由和快乐的一个能量。所以我感觉你们可以更多去跟自己内心对话，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或者你可以去问一些周围的朋友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听取一些比较 nice 的建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问一下的，因为你周围爱的能量是非常好的，非常满的一个爱的能量啊，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是一切都是能够如你们所愿的。就无论想还是不想都没有关系，我感觉这个 offer 这个机遇是非常非常好的。同时如果你们这回拒绝了，不想要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不想做决定，你们还是能够迎来新的机会、新的机遇的，那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会赢得你们想要的丰盛。尤其这个底牌加起来，就是感觉不光是物质上丰盛啊，你们其他的一些欲望啊，可能也是能够同时得到满足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第一组宝宝们，你们就是有一些紧张的小情绪啊，或者担心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之类的不拉不拉，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美好的，特别美丽的。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跟15、15还有6这个能量有关的一个日期啊，这个时间有可能是6周、6个月、15个月、15周啊，这些都有可能的，甚至15号、6号啊、1号、5号都有可能。反正我觉得这些开始都是非常好的开始啊，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帮助你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开始，能够让你真正去享受自己、享受生活。对你自身的一个调节啊、调整还有提升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非常好的几个 offer 啊，非常好的几个能量。所以这个机会啊，你们要不要也是在于你们自己，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尤其是内心的压力啊。就要保持一个快乐、开放、平和的态度就可以了。你们周围也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们、鼓励你们的，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的一个能量是一个正向能量，让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所以那这就是第一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如果有对应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现在好好去调整自己，然后为之后可能迎接的某些新的 offer 啊、新的机遇来做好一些准备啊，免得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不好调节的一个能量啊，可能会拉缓你们的一个进度。只是说进度可能会被放慢哦，但不是说不会到来。所以我觉得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就好好的就可以，每天保持开开心心、放轻松就好。那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观看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宝宝们，你们选到是这个积雪石。
这也是个很漂亮的一个石头啊，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石头。那我们先把这个卡牌放一边边，来看看第二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呢？会收到什么样的 offer 呢？圣杯9，命运之轮。感觉第二组这个能量非常强啊，就这期间就一直在喷牌，就像这样，我捡牌的动作都没有停过。好，果然，权杖王牌不，权杖国王啊，太牛了！这能量非常强啊，就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圣杯8，权杖7，星币3，星币骑士啊，好，力量牌，哇，你们这个能量是真的强啊！又一个骑士，圣杯骑士。好，第二组的宝宝们啊，我感觉从牌面上这个能量啊上，感觉你们可能有一些宝宝们现在正在一直努力想要成为就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吧。感觉你们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有可能就是类似于自媒体的一个行业啊，就是感觉类似明星、网红，反正就是会感觉你们很想得到一些人的关注，或者是更多人的关注。感觉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一直在试图想要找到一个平台，想要可以找到一个发展的平台，然后你们也是想要去获得一些来自外界的一些关注的。那我感觉你们很有可能会获得你们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啊，因为这边有个命运之轮，感觉命运之轮已经开始为你们转动了呀。你们也会成为你们想要成为的那颗明星。我感觉你们也会在你们各自的行业中发展，慢慢发展成你们想要变成那种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啊。你们这边我从刚才抽牌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权杖这个能量是非常强啊，就火象的这个能量。就你们刚才喷牌的时候喷的一直都是那个权杖的牌啊，但是我没有拿出来，因为喷的牌数太多了，我只需要喷一张牌，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放回去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权杖牌，类似力量牌、权杖牌出现啊，还有个权杖骑士，所以说你们这个火能量是非常强的。然后权杖牌呢，它也是就是关于沟通的一些牌啊。然后同时这个火象的这个能量啊，也是比较快速啊，可能事情发展非常快速啊，或者是非常迅速啊。然后同时你们还有圣杯8、圣杯9，所以就感觉你们跟这个沟通上能量啊、流动传播这个能量是息息相关的，也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如果是你们在做自媒体行业啊，或者是类似这些行业就需要沟通交流、需要用到网络的，我感觉你们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取得一个非常快速、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发展非常快的，尤其是需要用到网络啊、传播的一些东西。所以如果你们第二组宝宝们有在试图向网上发布一些内容啊，你们自己的内容，或者是做自媒体的，或者是做相关行业的，我感觉你们第二组宝宝们一直想要在努力成长啊，一直想要成为一些人的焦点啊。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做你们非常热爱的一个行业，你们也是正在做你们自己非常喜欢、非常热爱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看到，如果是你们有做媒体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话，尤其是传播、文化传播，用到网络的一些相关工作，我看到是你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你们的一些作品呢，你们发布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成绩已经被一些人看到了，而且有被分享和传播这个迹象啊，我看到是有很多人在谈论你们的。
当然也有可能一部分宝宝们对这个事情并不知情，你们可能并不知道你们周围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你们的，你们背地里可能也是积累了一小部分的小粉丝的，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看到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扩张爆发的一个能量。因为互联网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一个事情啊，就流动传播的一个能量啊，就有可能你们在某一天也许在之前，也许在这之后，你们可能无意之中分享的一个视频一个作品或者之类的，有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人呢。我感觉这些人呢，这个人数不在少数你感觉会吸引到很多人来点赞、来订阅呀，或者是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这些可能都是你们想不到的，你们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那我感觉有可能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看到是你们会得到很多人的承认啊，我感觉这也是你们应得的，你们是非常棒的一群人。我看到是你们这个能量，这个扩散这能量非常非常强，而且你们也是有张力量牌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们会传播一些你们想传播的东西，而且我感觉你们也会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还有一些就类似就是荣誉之类的一些东西。感觉你们也是会被认可，会被很多很多人认可你们的努力你们也会收到很多人的赞赏、夸赞甚至一些实质性的东西。甚至我看到这边有一些人已经得到很多人的关注了，就是类似明星网红这类的我感觉是有的。我感觉你们对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就是接近于疯狂的一种能量因为这边感觉第二组宝宝们你们的能量非常非常强，你们对你们现在这个愿望、这个梦想是非常深切的，而且你们跟你们的梦想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就如果你们真的是想当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梦想的话，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就非常有可能去实现感觉之后的成就也不小的尤其是搞艺术的我感觉也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感觉好像这样的一个梦想对你们来说是很遥远的，可能你们永远都不会触碰到那个东西，或者是感觉这样的一个愿望真的不太好实现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持信心，要保持希望因为命运之轮来了你们心中最渴望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了，我感受到就是这种非常激励非常火热的一个能量因为我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渴望你们内心的欲望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强烈的。我觉得你们对你们的梦想也是接近疯狂的那种。这有可能是你跟周围的人的一个团体的目标，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目标，但是这都取决于你真正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强调就是你们真正想做的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能够提供给你一些你想得到的一些情绪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支持。就像好像觉得当明星好像也不错，或者说被很多人关注好像也不错，我觉得这也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目标这个梦想可能你们之前已经有在想了，有在思考可能感觉还是更多是你们已经想很久了，你们已经有你们的一个梦想的这个目标了，有你们的脚本了，你们已经描绘出属于你们这个梦想这个蓝图了。我感觉你们这一组宝宝们有一些人已经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小成就了，就是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粉丝量或者怎么样的。我感觉你们这个能量非常强的，感觉你们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个能量，因为你们在情感上也投入了很多你们圣杯8、圣杯9都在。对，还有一个这个圣杯骑士你们这个情感上投入非常非常多。感觉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更多也是想要知道他最终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最终的这个高度能够到达哪里。我感觉你们对什么都是充满热情的。我感觉就现在当下的一个能量就现在当下你们这个能量就给我感觉你们做什么都是充满热情的，你们脑海里都是被一些你们的分享日常或者说你们日常的一些工作所填满，这些就足够把你们都填满了，把你们内心这个热情的这个世界都填满了。我觉得这个你们线下的一个目标，你们的计划对你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们也是能够有这个力量去大胆往前冲的，就给我感觉更多是那种不可预知的感觉吧。你可能就随随便便分享了一个小短视频但是这个视频给很多人都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限的乐趣，你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想到，就
突然这个视频就有很多人来观看它呀，观看量急剧增长啊，或者是就因为一些视频、一些图片啊，或者文字啊，这些感染力，你就感染到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感觉一下子你的听众、你的观众啊，好像就多起来了，感觉一下就博得了很多人的关注。我这边看到是你们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承认啊，这些也都是你们应得的。就算你们不是真正意义上明星啊，就可能你们只是还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是在某个方面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你们也是非常有能力去博得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和赞赏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会获得很多的荣誉啊，甚至是奖项啊。我觉得你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一些小小的成就啊，你们已经做到了，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是值得被庆祝的。同时我感觉很多人也会认可你们的努力啊，就你可能真的就是要收到某个奖项、某个赞赏啊，甚至证书啊什么的，你们正在向全世界证明你们自己，向很多很多人展现你们自己，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啊。给我感觉你们就像那个天上的明星，你就疯狂的要展现你们这个梦想啊，这给我感觉是特别深刻的那种愿望啊，也是非常非常贴近你们真实内心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而且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你们真心所希望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想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呢，或者是成为顶流、成为网红，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在心里稍微想一下，并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趋于现实，不一定会觉得它有多么的就能够实现啊。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信心呀，要保持希望，因为这边给我感觉你们抽牌的时候就一直在喷牌，一直在喷牌。我这边是有剪掉一部分的，所以说你们应该没有看到我这剪牌的过程啊，我是在无限的剪牌啊，你们在喷牌啊，所以说可能这副牌里面就底牌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你们想要发挥的一些特质啊，一些能量在里面，可能我没有抽到，因为只有8张牌我抽到，但是我感觉你们是有那个星星这个能量在里面的，就是希望的一股能量啊。给我感觉就是你们内心最深切的一个渴望啊，就即将到来，这种愿望即将成真的这种感觉，这种东西就是一下窜到我脑海，这个能量啊，就感觉很热切、很疯狂的这种梦想啊，带着一种深深的希望，带着一种深深的渴望。就不管你们现在想的这个目标啊，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计划是你们的一个团体的目标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个人的目标。所以我这边强调就是你要看你自己内心最深切最渴望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想强调的。就不管说是不是明星这个行业是不是就真的很赚钱呐，或者感觉待遇不错呀，怎么样的，就感觉好像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你也想要把握住，好像这个机会听起来还不错，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把一些东西糅合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发布出去。好像这就已经是你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了，已经是你非常非常渴望的东西了，而且你对你的梦想啊，你未来的计划已经有初步的蓝图了，你已经列了你的一个梦想清单了。所以我这边感觉到就是你们第2组宝宝们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小小成就啊，就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很多人的认可，有很多的浏览量啊，或者是点赞量，感觉非常非常好啊，感觉你们这个整体的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你们在情感上投入了，你们这个圣杯牌是非常非常多的，圣杯8、圣杯9还连号，就在这边我感觉到你已经投入了很多很多感情在里面了。然后我觉得你们对你可能也还是需要更多的热情啊，满腔热血的那种热情。我觉得仅是情感这个部分就已经足够填满你们的内心了。我觉得对第2组大部分宝宝们来说，可能你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啊，你们的梦想、你们的计划，对你们来说就是你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啊，一个状态。这个梦想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没有太过于绝对那种想法，就类似于非黑即白的，一定要做就一定要做大，或者是就干脆就不做，没有这种非黑即白的，也没有什么正确或者错误的这种答案啊，就不管你的心是什么。我这边感受到一个能量啊，就是非常非常美好、非常热切、非常热烈的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有很多的杯子啊，很多的圣杯牌，一个圣杯9，一个圣杯8。所以对第2组很多宝宝们来说，可能你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啊，可能也是连接到你们的一个情感关系的。就像很
很多工作啊，很多职业类似这样性质的一些东西啊，它不一定会给你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报酬啊，或者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待遇啊。感觉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啊，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东西，它能给你提供更多的爱啊，就是你未来能够完完全全满足你的爱，满足你的情感。所以说你们要坚持这个工作、这个机会、这个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在未来你们会获得你们梦寐以求这种灵魂伴侣、灵魂家族、灵魂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对应啊。而且你们现在在做的东西，可能也是非常贴近你们内心的，也是你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一个梦。还有就是我这边看到这个圣杯牌，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你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不是你一个人独自作战的，有可能你一路上还有很多伙伴来陪着你，例如什么商业伙伴啊、合作伙伴啊，就有可能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是有非常远大的一个梦想的，甚至是职业梦想，感觉是就是面向全世界的这种梦想啊。但是有可能很多事情啊，你自己一个人是办不来的，有可能你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例如说，你们是做一个 band， 你们是做一个就是乐队的，可能是需要你做主唱啊，别人来写词、写曲、作曲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还有可能，就举个例子啊，也有可能是做设计呀，或者是类似这些东西的这些性质的，就是需要联合起来的一些工作啊。但是我觉得当你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更快的加速你们的这个梦想成真呢。所以说你们在一个合作上状态的话，其实是就一箭好几雕的那种，就不光是现实实际的情况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收益啊，给你们带来一些好的待遇优遇，很有可能你们在精神上也能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关系啊，你们所需要的一些成功快乐，你们的愿望也能成真。当然我这边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跟谁合作，你们自己就想单打独斗就一定要跟人合作这种啊，我不是教唆你们去一定要跟人合作，就无论你们是想要跟别人有一些链接的，想要跟别人有个合作的关系，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想自己发展，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可以实现你的愿望的，而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成功和快乐。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是你们合作的话，就不是你一个人单干的话，那有很可能你会在这个路途上啊，就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你们的灵魂伴侣、灵魂家族、灵魂伙伴这些的，就是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和你一起做事情的人。或者说，如果你们第二组宝宝们有一些人是跟旅游相关的一些行业，就流动啊、搬运啊，就交流啊，包含水能量这种移动的、交流的、流动的这种能量的一些工作的话，那你们这个整体的能量也是非常积极的。那当然，我这边看到是更多是那个互联网啊、媒体这种流动的信息传播这种能量啊，就尤其是如果你们想要发光发热的话，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你们现在这个能量也是非常积极、非常 nice 的一个能量。所以大家是可以结合自身现在一个状态、现在的一个条件来带入一下自己的一个角色的，带入自己的一个目标的，带入自己的状态的，我觉得非常好的。现在第二组牌我感觉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美好的一个能量啊。所以说这边有一个权杖七啊，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舆论啊，或者是类似需要你去跟对方或者是跟多方有一些制衡的情况啊，需要你去对抗一些东西啊，可能是有一些有一段时期可能是需要你去对抗的，是需要有一些压力给你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当然成功路途上肯定是需要接受一些舆论的压力啊，或者是需要你去做出一些争斗啊，需要做出一些就是需要做出一些动作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无可厚非，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在成功路途上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也不要害怕呀。你们这个能量也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你们也不带怕的。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完全多余的，感觉你们根本不带怕的。你们这个骑士这个能量也是非常多呀，就是一股冲劲儿啊，非常好。而且你们这个命运之轮也是一个闭环呐，一个闭环，也就是说它会运行到它该运行到的这个地步啊，这个状态，这个境界，所以也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你这个圣杯八这个能量，我看的也是非常强、非常显眼的一个能量啊。所以说，这个八这个数字，大家也知道无穷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说，对你们未来的一个收益啊，你们现在梦想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感觉你们也是会收到很多丰富的收益的，你们想要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根本就不用害怕，你们是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些东西的，而且你们可以因此找到你们的灵魂家族、灵魂伴侣、灵魂伙伴，甚至是就之后能够陪你们走过剩下半生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啊，这样的一个伙伴，我感觉非常非常好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就感觉就很多的爱呀，很多的情感围绕在你们周围，你们是不缺情感的，不缺爱的一群人。周围会有很多很多人来支持你们，所以说属于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的。但是当然，这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呀，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可能就我刚才说的类似舆论的压力啊，感觉会有很多的压力啊，伴随着你，甚至可能是一个接一个的压力，一个接一个的方式来摧毁你们这个希望啊，一点一点磨灭你们的希望。所以说。第二组宝宝们，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在中间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出现崩溃的一个局面啊，可能会有些事情会让你们感到非常崩溃，压力非常大。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是，命运之轮在你们这里啊，命运之轮时刻是为你们转动的，它会在最完美的时间给你们安排最完美的事情，所以一切啊都是有来由的，有原因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让你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崩溃的讯息。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这些都是该你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讯息也是给第二组其中有一些宝宝们的，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可能现在当下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崩溃的时刻可能之前突然就有一个什么消息就非常坏的一个消息，可能会导致你们情绪上有些崩溃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你们需要出面去解决很多很多事情，压力挺大的，然后需要面对许多的事情。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是你们一定要经历的。你们度过这个时期之后，才会迎来光明，属于你们的光明。你们在未来就会知道，这个光明它是一定会找上你的，因为命运之轮就在你们这里。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是被祝福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也没必要害怕。你们整体的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积极，非常非常美好的。我觉得虽然第三组牌我还没有抽但是我觉得第二组在今天这个能量应该是最好的，非常非常好的，应该是最积极的一个能量。那我们来看看时间。看到没有？冲向终点47，也就是11，那就是2，11和2，47的话没有7的能量，那就是7号还有1没有2，7号和2号。所以说数字7和数字2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两个月之后，2年之后，可能是7个月之后，7周之后，这边的这个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强烈，非常热烈，非常冲劲儿的一个能量。所以说2周之后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这个道路对我们来说任重道远，可能还是需要再接再厉继续发展的。所以说2周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成就等待着你们，然后紧接着可能是一路趋向平缓，然后慢慢的步步高升。对，我觉得这边是有一个小小成就在等着你们的，在最快是2周之后。还有可能是跟72，可能是7月份、2月份，也有可能是某个月的2号或者7号、12号、17号，这些都有可能。大家可以去关注这几个数字，然后自行带入自己的一些实际状况中，好吗？你们会在未来得到很多很多能够让你们感到快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个能量我都感叹无数次了，这能量真的非常好，很羡慕这个能量。而且我们这边有那个权杖国王，那可能就是火象星座这个能量火象是白羊、狮子和射手座这个能量那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能量是你自身的一个能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能量，火象这个能量是周围的一些人给你的能量，比如说提供给你这个 offer， 提供给你这个机遇的这个人的能量还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灵魂家族的成员是带有这个能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可能是灵魂伴侣、灵魂家族都带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就是你身边还是对你来说还蛮重要的一个人，这个能量是带有火象星座能量的。我觉得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是非常非常有抱负的一群人你们是完全是可以
得到你们想要的那个高度的，而且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有可能在你们这个圈子啊，你现在这个发展的目标上，你内心已经有一个标杆了，你已经有仰望的这个标志了。我感觉其中有一些宝宝们，你们很有可能会跟你们这个标杆一起去合作共事就是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还有就是你们一定要去多注意这个火象特质的这个人呢，就是权杖的可能还有点偏土象一点啊，因为这边这个星币牌也是非常多的，星币3和星币骑士，然后可能是主要是火象的能量啊，狮子、白羊、射手座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可能是你们的一个精神向导，或者是在你们现实生活当中去做你们的小天使，去帮助你们一起度过难关的。他们可能会在你们就比较困难的时候给你们一些帮助啊，可能会在你们比较困惑的时候给你们一些建议，或者给你们一些解决方案。这个人感觉是比较有远见的。因为权杖国王的话，他不但是有行动力，他也是就是脑子也是很清楚的一类人呢。可能他们会在实质上会帮助你们去做很多动作呀，去帮你们搞好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对你们现实生活中来说，他就是你们的一个小天使。他们能够看透你的心，他们能够看到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也是能够感受到你们内心的真实的渴望的。对，说白了就是你们的贵人啊，他对你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感觉这个人他也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主要是他是一个逆位，有可能就是来的比较慢，有可能感觉一大部分第二组宝宝们，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人呢，可能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的。因为小天使一般来说他都是有那个上帝视角的，他的那个知识领域啊、水准啊，还有一个行动力啊，还有一些必要的一些基础啊，可能都是非常扎实的、非常好的，他会帮助你们特别特别多。他们也会带领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上去，而且这个人对你们来说是他会非常非常保护你们，国王嘛，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宝宝们，你们这个向导，你们这个小天使可能不是实体状态可能不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你们生活当中的，可能会给你们一些小小的提示突然你们就脑袋就像开了光一样，就突然变灵光了，突然就悟到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感觉大概率还是一个就是现实当中的一个伙伴的，可能是一个伴侣，可能是家族成员我感觉无论如何，这个人这个向导这小天使都会给你们提供所有你们所需要的答案，他们会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你们会失落、会紧张，或者感觉压力很大，会有崩溃的感觉，因为你们身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爱而且真的是有国王在保护你们的。你们也不是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一类人就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权杖七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一样，好像就是全世界就跟你作对，你一个人跟全世界对抗之类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翅膀后面还是藏着很多很多小天使，很多你看不到的一些讯号、信息可能都藏在这个翅膀后面。其实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呢，我感觉真的是你周围很多很多的爱意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说好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很迷茫，现在很困惑，或者说压力非常大，你总会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看到一个人给你的一些提示建议或者是他帮你做的某件事情，甚至是感觉可能不是实质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突然看到了某些讯号、某些讯息，听到了一首歌，或者是天使数字，可能都会帮助你去舒缓你的情绪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个小天使你们是不能够忽略的，他们真的是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也是非常聪明、非常尖锐的，能够让你们理解很多很多事情，也是能够提供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帮助的。我这边说白了就是我感觉你无论怎么做，周围都有人帮你们收拾烂摊子的。所以就说即使你们是身体上或者是情感上、精神上感觉不堪重负很疲惫这种感觉，千万不要害怕，你们周围很多人都在帮你们收拾烂摊子。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怕，你们周围是有很多很多情感在支撑着你们的。所以你们的 team 你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团队你能够在这个旅途当中，你能获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们要做的就是信任自己，信任周围的一切，信任可能周围你的伙伴你的伴侣你的家人，还有就是一些宇宙上的一些讯号给你的一些支持和鼓励吧。当然，可能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遇到了属于你们的这个权杖国王我觉得看到是，如果
如果你们已经跟这个牌产生了一个共鸣，或者说跟这副牌产生了共鸣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们现在跟你们产生共鸣这个人，你们想到这个人就是你们这个小天使。当然，对你们来说，你们身边小天使可能不止他一个，可能这个权杖国王只是其中之一啊。还有就是，我感觉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在之前可能已经通过了一个循环、一个轮回了，就是你们可能是要跳到下一步去了，跳到下一章、下一关去了。因为这边有个命运之轮，就象征开始和结束啊，你们要开始新的一个篇章了。但是我觉得，就即使是在前一个篇章啊，在上一关，你们身边依然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意、很多情感包围着你们的。所以我感觉，即使在上一个篇章，在你们取得那个小小成就之前，上一个成就之前，可能你们也没有经过太大的一个坎坷，太多的艰难的时期啊。我感觉一直是有祝福包围着你们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啊！可能你们不知道下一步、下一关，你们会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啊，什么样的坎坷，什么样的阻碍。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有足够的勇气去坚持你们的梦想，去期待你们的未来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未来是非常非常神圣的。而且这边也有力量牌，我感觉你们是有力量的。这整体不光是这个力量牌，整体的能量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这边还是一个豹子啊，那就也很有冲劲儿的一个能量。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你们，未来就是完全光明的，你们继续做就可以了。可能在下一关是会有一些艰难险阻、有阻碍的。那当然呢，闯关呢肯定是一关比一关难呐，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也是完完全全是充满积极、充满热血的，你们也会得到极大的一个情感上的满足啊。就不管怎么说，你们不管是上一关啊、上一个状态，还是下一轮、下一关，你们都是充满爱、充满和谐这个能量、充满冲劲儿这个能量的。所以，你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一关了，因为感觉命运之轮已经打开了，第二章就命运之轮，你可能已经来到新的一个篇章了，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美好又光明的未来在等着你们。就祝福就是一直追着你们跑的，所以千万不要害怕，千万不要紧张啊！你们也是有力量，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害怕。还有就是这个血石啊，鸡血石就打了鸡血一样嘛，还要说啥？就你们的这个选牌卡就感觉一股冲劲儿啊。还有就是你看要起来，要动起来，要做起来，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那结合这个，你看看这整体你们这个能量，你们应该能够自己感受到啊，就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啊。所以我会觉得我这边真的是毫不吝啬，我会说你们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会成为顶流哦。当然也是取决于你们的一个努力的程度，你们对梦想渴望的程度啊。你们身边会有很多很多支持者和追随者，就像你们身边你看有很多很多骑士，同时你们自己也是自己的骑士啊，然后你们身边还是有国王保护你们的，你们底牌还是一个骑士，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你看一个新的开始，有钱，非常非常好啊。我看到你们也是充满积极、充满自信的，感觉就是你们已经是公众人物了一样，所以我感觉无论你们做什么，你们也会变得就是会有很多的关注啊，会博得很多人的眼球，然后你们也会慢慢的变得众所周知啊，就变得就很有名了，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上，不一定就是非要通过自媒体，你要当网红啊，当明星，很有可能是你们会在自己的领域上做出一些成绩啊，会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上会有很多人知道。你们是要过最好生活的一群人，所以你们也会在之后啊，慢慢就会想要打算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所以我会说，你们第二组宝宝们从一开始你们就是一个高配的状态，你们一群人，不管是你们自身呢，还是你们周围支持你们的人，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能量非常非常积极的。所以说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未来的成功者，你们未来领域的一个佼佼者，如果真的现在有在听我这个视频的话，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荣幸啊。有可能你们当中一些人以后也会成为我仰慕的一个对象啊，会在你们的领域做到一个突出的一个成绩啊，会在你们各自领域变得众所周知，可能会在你们各自领域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啊，会被很多人敬仰，会被很多人学习。而且我这边感觉到的是一个不只是国内啊，不只是小范围的一个众所周知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流动的一个能量嘛。你们这个圣杯牌水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你们很有可能会走向国际啊，走向世界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你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啊，一切东西都在未来等着你们，大胆去做就好了，积极的闯关就好了。你们高配啊，宝宝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啥的。所以第二组宝宝们，你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就跟着指引走就好了，跟着周围伙伴的一些
一致的步伐一起走就可以了。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身边是有很多很多明灯照着你们的，你们自己也是发光的，你们自己是小星星，知道吗？你们就可以不管不顾的，你就冲向终点就可以了。不要看路途有多么多么遥远，不要看路途整个路途是什么样的，好像还很远，好像还怎么着，千万不要害怕。好像这个沙漠就一望无际啊，你就一直在看沙漠两边啊，但是你就关注脚下就可以了。我就只想说这个，你们就只要关注脚下，就一步一步看着你自己的脚印就可以了。因为我感觉你们的成就啊，你们的成绩都是在一个不可预知的一个方向上去发展的，而不是说你们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或者说你们不付出就不会有回报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一切都是未知的，你们只需要就是做好你们自己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做你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就事情的发展动态啊，它就网络媒体呀，甚至是一些交流的讯息呀，水呀，你能控制水吗？控制不了，对不对？你能控制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会感觉你们周围的能量，你们的成就啊，包括你们接下来的每一步，可能都是在一个不可预料的一个方向上的，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啊。当然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惊喜来伴随着你，就可能就在下一步就有一个小的惊喜突然蹦出来，可能是一个大的惊喜，大 surprise， 你都不知道。所以未来迎接你的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它是水的能量，无法预知，也没有办法控制。你能搞好就只有你自己。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你们也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周围是有很多很多人在支持你们、拥护你们的，所以千万不要害怕。所以你们就依靠你们的直觉，还有你们身边一些人的引导啊、指导啊，包括非人非物的一些引导啊，可能不是具象的引导，你就依靠直觉或者是周围人的引导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你要去盘什么逻辑啊，你说这一步比较有道理啊，可能这一步感觉胜算很大，或者说感觉下一步就该这样做了，一定要设一个计划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没有必要。你们听从你们自己的直觉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因为感觉你们现在做的一些东西啊，它没有绝对啊，没有说非常正确的，一定要下一步这样走。所以就希望你们不要想太多，只要去做就好了。尤其是如果你们就脑海里面突然就冒出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啊，那就是你们的直觉，你就跟随你们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想法，跟着它走就可以了。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个提示、一个指引。所以说这边一切能量都是非常好、非常积极的。不要看这张牌又是一个宝剑3，或者会有一些害怕，有一些不好的能量啊，没有，又有个权杖。所以说Lover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你未来灵魂伴侣啊，啥浪漫的关系啊，专业的协作呀，还有你身边仰慕你、崇拜你、把你当做标杆的一些人，都会涌入到你们生活当中的。所以你们本身也是充满激情的一类人呢，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去欣赏你们，去跟你们想要跟你们走一条路啊，跟你们一路一起走啊。所以说你们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你们本身也是很有能量的、很积极的一类人，非常热血的一类人。所以说非常非常好啊。你们要勇敢一些，就接受挑战，一定要就自我肯定就好了。你们是真的非常优秀啊，所以就充满激情，充满兴奋。我觉得你们也是不会让自己失望，也不会让周围的人失望的。我挺你们哟，就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说我之前那个时间，也就是说7呀还有2，然后这边的话，因为我感觉这个9的能量也是非常多的，可能9也会有对应到你们一些人，就9周啊9个月，这样的。9天倒是不太大可能啊，就主要是9周啦，9个月。然后快一点的话就2周啊，2、7、9，大家可以多去确认一下，看看周围有没有符合到的讯息，去代入一下自己。然后还有就是跟9有关的日期啊，9月份，然后还有就是19号、29号类似的。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数字可能也是对应到你们这个灵魂伴侣、灵魂家族这个讯息的，可能是他的出生日期呀，也有可能是他的出生地点有关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自行代入一下的。所以说我这边是真的很真诚的祝福你们，你们真的是离目标也不是很远，你们感觉你们也是有小小成就了已经。然后以后不管是在实质上收益啊、金钱呐，还是情感上，你们都是不缺的，而且你们也会引领到很多人去往一个更好方向上去发展。所以说很有可能你们这组人在之后，感觉我会在各大平台上可能都会看到你们的影子啊，可能也会成为我崇拜的对象。所以说真的非常好。那这就是第2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
如果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还有就是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希望能够继续保持，然后你们已经开始下一个阶段，来到下一关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希望下一关能够更加拼搏，更加努力吧，然后积极的去拓展你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拓展一下你的这个圈子啊啥的。感觉非常非常好，你周围是有很多支持和拥护的，所以我感觉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你就每天都开开心心就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选到是这个月亮石。那我们先把这个卡牌放一边边哦，来看一下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会迎来哪些机遇呢？什么样的机遇？会有什么样的 offer 进入到你们生活当中呢？哇，喷牌了，宝剑4。看看是谁给你们哇，恶魔，然后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先把卡牌都抽完，又是一张宝剑。星币4。你们出牌很快哎！哦，星币，宝剑星币，风象土象。哦，皇帝。还有我们的一张权杖牌，底牌是这个圣杯5。我们这边看到我们有恶魔牌啊，还有2张 Ace 牌，2张王牌，还有一个这个皇帝牌，还有星币9。我也觉得第3组宝宝们，你们是非常强大的一类人啊，你们也是有非常充分、非常充足的潜能在这里的。因为你们首先就是有一张皇帝牌，皇帝牌非常好啊，这个能量非常非常高，非常强。但是就是第3组宝宝们给你提供这个机遇，给你提供这 offer 的，估计不是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真切存在的一个人呢，有可能是不是你身边的朋友，也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家人，我感觉可能是宇宙啊、天使之类的，他们会把一些讯息派到你身边来，把你想要的一些机遇啊、你的机会都给到你的真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天使宇宙啊这样的能量，以某种方式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我感觉就是给你提供这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能量就是这个小天使吧，感觉他还没有进入到你生活当中，就是你们俩还没有见面，你们两个就是状态的这个能量还没有发生碰撞。我感觉你身边这个小天使啊，就宇宙派给你这个能量，可能是一个男性的能量，因为这边这个皇帝牌真的是太扎眼了，就一看就是个男性的能量啊。所以说，可能宇宙会派给你一个男性的天使来帮助你跟你的一个灵性、跟你的直觉相连接，它会帮助你激发你的创造力，还要让你重新发现你自己的一个内在美。内在的能力，内在的一个爆发性吧，内在那种野心野劲儿。因为还有这个恶魔牌啊，就是那种欲望啊、冲劲儿啊，就是很有野心的那种能量啊，会让你重新连接到这样的一个能量的，就是很有野心的这种能量。扩张。那尽管我感觉这样的小天使这样的一个能量还没有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还没有来到你身边，但是我觉得第3组宝宝们，你们可以尝试用那种冥想啊、瑜伽或者做运动啊，都是可以加速让他们进入到你生活当中的，加速他们来到你们身边的。甚至我觉得第3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做梦到你们的小天使，这小天使非常喜欢你们，对你们会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会在某一天突然就会给你们一个惊喜，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东西啊，就感觉会在你生命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东西，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礼物啊。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梦到啊，你们做冥想的时候，你们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听歌的时候，你们可能脑海里会突然蹦起一个念头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说你们会看到一些天使数字，看到某一些标志、某些 sign， 你们可能会看到2只小鸟啊、鸽子啊在空中飞翔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一些不经意的、不起眼的一些标志啊、一些讯号，可能都是要给到你的，可能是需要你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研究的。
或者说你们可能会看到黑猫啊，一些类似小动物的，主要是鸟吧，可能鸽子啊类似的，就可能会跟你们产生一些共鸣，而不是说随便看到一些小动物就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在你生活当中啊，不是的，你们会首先跟这些动物啊事物产生一个共鸣，你们会去对你比如说就看到了2只鸽子啊，2只小鸟在天上飞，但是它们2只就是动物啊，可能会跟你们产生共鸣，你们会想为什么我会看到2只鸽子啊？你们会产生就是一种研究精神吧，你们会探究这2只鸽子在今天这个点这个时间段你碰到它们，这是为什么呢？你们会做一个研究。你们也会跟你们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啊产生共鸣，然后这些共鸣会带领你们找到你们所需要的一个答案。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举鸽子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我觉得鸽子，我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是有原因的吧，可能是需要你们多去注意一些天上的讯息呀啥的。还有就是我感觉你们这些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第3组宝宝们。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人应该是就是自营业者，自己做公司，自己做老板的。然后你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小成功的，然后也是做了一定的成就，有一定成绩的，然后你们也有自己的业务啊，自己的一些创作，或者说你们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上。就如果你们第3组有一些宝宝们现在还没有工作，你们还在找工作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感觉第3组宝宝们，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就一下子从一开始你们领到这个 offer， 你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机遇之后，一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或者说从一开始你们就会领到一个非常高非常薪水的工资。因为我看到你们真的是在顶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非常强大，这样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就尤其是如果你们是自营业的，自己开公司，自己当老板的，我感觉你们能够自己给自己提供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能量啊、讯息呀，各种吧，感觉你们也是非常强大的。或者说你们现在对你们这个成就啊，对你们的成绩还不满意，就你们可能自己做公司自营业的，可能会觉得那自己现在还是个小公司啊，小老板，现在这个位置还不是很高，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第3组宝宝们，你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啊，都是非常高的价值的，因为你们有皇帝牌，而且你们也是赢得了很多尊重的。我觉得你们也是不畏惧前方任何艰难险阻的，因为我感觉第3组宝宝们整体能量给我感觉就像是就是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对自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很高的标准的。你们对自己的一切就是对待自己的方式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第3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是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有自己的收入来源的，你们首先就是会得到很多钱，很多 money， 你有很多星币牌呀，不管是这个王牌呀、星币9啊、星币4，你看到很多，你们也看到很多。就首先就肯定就是你们会有很多钱流水进账，感觉你们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你想不想工作都行，因为你们自己当家做老板啊，你们自己决定啊。但是我感觉你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啊，就是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说你们值得做更多更好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去重视你们的工作，你们也会去着重在你们的工作和你们自身的一个价值上，会更加珍惜你们的时间，而不是说现在好像好一点了，自己可以放松一下，可以休息一下了。不是的，我感觉你们会更加扩张你们的技能。还有就是你们宝剑牌也很多，我会觉得你们第3组宝宝们会吸取宝剑的一些能量啊，就是把这些能量赋予在你们自己身上，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建议啊，还有就是你们之前的过往一些经验，或者你们即将要面对的一些东西，你面对的一些方式。还有就是你们有皇帝牌啊，就在这几张牌结合下，我会觉得是你们可能会接收到一个建议啊，类似是导师啊，或者是接受教育，或者重新学习，或者是接收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建议。我觉得你们会就吸取到很多讯息，会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是需要追求什么，是需要避免什么的，然后你们是需要去学习到什么的，然后你们也会适当去得到一些提示和学习到一些技巧。所以说你们生命当中其实可能也是在之后会迎来就是类似导师的这样的贵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你可能会参加什么研讨会啊、什么课程啊、进修啊，或者是聚会呀、聚众讨论呐，大家一起分享想法呀，一起讨论。我觉得你们会在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得到你们需要得到的一些有价值的讯息，
也会获得很多的提示和你们需要的一些策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感觉第三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仰慕的人，有敬仰的人，还有尊敬的人。你们可能会问这些人一些问题呀，会探讨一些问题。你也希望他们能够注意到你的问题，并给你一些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建议和回答。我感觉如果这个讯息是有对应到你们当中一些人的话，你们很快就会得到这样的人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你们需要的一个答案。可能会是通过邮件啊、交谈、电话之类的，就是给我感觉你们身边会有一些人给你们指明方向的。然后这边主要这个皇帝牌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关于信心和独立，所以我觉得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们第三组宝宝们肯定是在现实生活中达到了某一个点的，你们能够做到经济独立啊，你们能够很好的去照顾自己。你们会觉得有了足够的一些物质保证啊，有了足够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话，会让你们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我也会觉得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什么。信心和独立，同时安全保护啊、防卫啊，也是一个皇帝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会很好的去保护自己的一个资金的安全啊，就像你们能够很好照顾自己一样，就给我感觉你们好像真的是拥有一切一样啊，你们也是能够很好照顾自己的。然后再接下来你们也是需要去持续不断的好好照顾自己。你们第三组宝宝们可能最近有一些人是在考虑要买房啊、买公寓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还在等待。我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也是有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有移动的这个能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想要卖掉你们现在这个房子啊，或者是出租，或者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要搬出来。会有人给你们一个就是 offer 吧，会有人给你们就是这个房出价呀，或者怎么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计划买车、卖车之类的。当然这是大众占卜啊，不一定会对应到所有人，大家只要截取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讯息就可以了哈。就是如果有对应到的话，你们这个出售啊或者买入这个你们的计划都会得到一个你们满意的结果的。还有就是我感觉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在身边会有一些人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啊，会给你们提供一些你们需要的东西，或者是说一些精神上的鼓舞，或者是一些实质上的一些 offer 啊、机会、机遇。这边给我更多的感觉像是一个男性的能量啊，有可能是一个父亲啊，一个会帮助你的父亲，或者是一个男性的长辈、上司，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边有个权杖五嘛，我会倾向于觉得这个男性长辈啊、上司啊，或者说你的一个父亲，你的一个启明星可能会给你一些就是帮助啊、资源上的一些机会啊，主要是资源吧，我感觉他们会提供给你。还有就是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鼓励，还有希望，就我会感觉你们会得到一些就是很有用的一些帮助啊，很有价值的一些帮助。同时我感觉第三组宝宝们，尤其是自营业的、自己开公司的，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就是合作伙伴的讯息，或者是很好的得力助手啊、经理啊、很好的下属，对，会帮你就是很好的分配你的这个工作量啊，会让你少一点精神上的压力。还有就是对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混乱，他们会帮你很好的去调节。当然第三组宝宝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机遇，好像也不是很好的 offer 啊，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要去多关注财富上的、金钱上的一些状态啊，可能会想要去提高你们现实的一个生活水平，再做更进一步的提高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想要在工作上少一些压力，可能真的是想要休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状态，你的欲望啊、扩张可能是真的有点强，或者说你们想要的东西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真正支持到你们，你想要的东西可能太庞大了，太过于欲望太强了，你们想要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会觉得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可能也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也会让自己很努力的在工作，可能也会引发你们就是会有一些倦怠的这个能量在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沮丧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容易生气这样的一个能量在里面。所以说第三组宝宝们，这个你们接下来遇到这个机遇啊，这 offer 啊，给你们提供帮助的这些人，能够减轻你们压力负担的一些人，其实是能够很好给你们提供一些实质上帮助，能够减轻你们的负担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的倦怠。所以说为什么宇宙会派这样的一个机遇，这种类型的机会呀 offer 来到你的生活当中，那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时间到了，到点儿了，该给你了。
要让你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能量，你们精神状态升级了，就要去迈到下一个关卡上了，要去迈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上去了。就是你现在潜能还是在被慢慢激发的一个状态当中的，就可能你之前已经很优秀了，很努力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但是你还有很多潜能还待开发，还没有开发出来。我觉得第三组宝宝里面有很多人都一直在低估自己，或者是说你们经常低估自己，你们可能会低估你们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啊，或者是说你们付出的一些努力啊，付出的时间。其实我想说，你们付出的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值得的。就像我感觉你们第三组很多人都是黑马呀，也不能说黑马吧，感觉就是定时炸弹一样。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机遇啊，就是到点儿来到你的生活当中的，也是你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机遇啊，也不是面对啊，就是很好的一个礼物啊，带给你们的。它能够帮助你们去认识到你们自己，你们也是需要时间去认识到你们自己真实的一个能量的，千万不要去低估自己。我会觉得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很多人都之前生活在一种非常谦虚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你们是偏向于就是把自己缩在一个安全区里面的，然后让自己就变得更稳固、更保守啊，精神上也是就是精神上也很保守。因为我感觉你们其实已经有皇帝牌在这里面，你们已经是一个小所成的一个大人物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类型的一个机遇 offer 会来到你们生活当中，来到你们身边，因为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旅途是需要你们去跟一些人一起去合作面对的，而不是说你要独自去面对的。那宇宙也是为你们好，也是想要去看到你们的更加的成功和更加的繁荣。同时这也是宇宙给你们递交的一个邀请函，邀请你们来到下一关卡，下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所以说我会觉得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就冲向下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上，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会开始就是会变得生活方式上更加豪华，穿着打扮呀也是都是走名牌那种啊，就是很奢侈很豪华的一个生活方式，会迎来一个更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同时你们也会收到来自你们高我精神上甚至是你的一些尊敬的人的一些鼓励和帮助还有祝福。所以我会说你们接下来的一个状态啊，生活方式啊，工作状态啊，可能都会提高你们的一个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水平。同时你们也会获得就是你们想要的一些建议指导，很有价值的一些信息。你们会在接下来收到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的。因为你们的高我啊，你们身边小天使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彩蛋还有小惊喜的，你们生活当中就沿途走来是有很多愉快很多惊喜给你们的。还有就是你们底牌这个圣杯5啊，我会觉得你们在接下来也会有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能量交换吧，你会分享你的礼物给外界，同时你也会收到来自外界的一个礼物，有可能是来自宇宙的礼物，这个礼物很有可能是各个层面的一个礼物，也可能是能够实质的提高你生活水平的一个惊喜，也有可能就是你内心你精神上的一个能量上的提高，这都是有助于你从过往的一些经历啊，过往的一些压力当中走出来的。所以说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备好的一个状态了，你们现在也是能够开始准备要接收宇宙给你们的一个礼物了。现在我感觉你们就可以就自由去接收你们所需要的一些礼物，希望你们能够多去感激，多去祝福外界，然后来自别人的一些讯息啊啥的，因为你们都是值得的，你正在接收很多好的能量。同时你们在未来也会知道你们是非常棒的一群人，你们一直是在低估自己的，其实你们是有非常棒的创造力的，也是有很多很美妙的一些想法的，你们其实那个灵性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在减轻你们自身的一些压力之后，会就是迎来一些就很多的一些天使讯息吧，会提高你们的一个就是灵性上的一个能力。现在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啊，你们可能也是想要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东西，你们也想要去抛开之前的一些杂念，一些不好的一些能量啊想法。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未来会有人帮助你的，然后有可能是个人，有可能是个能量，反正你是会得到帮助的，肯定是会得到的。就感觉你会接受到宇宙来自宇宙源源不断这个能量流啊，它会灌输到你身体里，灌输到你的灵魂里，不断给你灵魂灵感和能量，能够让你重新连接到这个宇宙万物，能够让你就是重燃生命之火，生命之光。所以你在之后会充满创造力，也会充满对心灵的一个洞察力吧，然后你会对外界变得非常非常慷慨。
你会跟人分享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同时你也会收到很多很多同等的回报啊，很多的好的能量，所以给我感觉就更像是一个圆圈类似的一个闭环嘛。你有付出，同时也会有回报的，这个能量流完全就是闭环的循环的一个状态，在流动的。还有就是第3组宝宝们，我觉得你们在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爱好，或者拿起之前的一个旧的爱好啊，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们想做的一些事情了，因为你们在之后肯定是会得到你们满意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金钱流的，所以你们会有更多时间，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你们可能也会想要去拓展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做之前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啊，不是一时冲动的那种啊，就是你们想了很久想要学习呀，或者怎么样的，就都是可以拿起来的。之前旧的一些想法呀，想要学习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拿起一个新的想法、新的东西、新的爱好。那我们来看看大概是个什么时间，好不好？OK， 8号。Community 交流就是8呗，8我看看，还有就是4这个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有可能是跟4有关，跟8有关，有可能8周8个月，4周4个月，甚至可能我看有快一点的就8天哦，也有可能是跟月份跟日期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自行代入一下。但是我这边看到最快的一个能量啊，就是8天的一个能量啊，然后4天的话，我感觉还是有一些勉强的，但是也不排除可能真的是最快是有4天的啊，但是最大可能就是8天的一个能量啊最快，然后就是8周8个月，还有就是4周4个月。还有就是这边我要提一点，就是你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好，要保持一个非常积极、非常向上的一个心态啊，不要对自己就是灌输太多的压力，也不要太过于去低估自己啊。这样的话，你越好的去调整好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自己的精神能量，你就可以越好的越早去发生这样的一类事情啊，越早去接收到宇宙给你的一些讯号、信息，还有你的一些机遇。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第3组宝宝们，你现在在做的一些工作呀、状态呀，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非常辛苦的。但是你们也是需要去适当去照顾自己的。我觉得你们身边正在有一个人在帮助你们，在帮助你们重新连接到你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真正的向上的一个能量。我觉得这个能量，这个帮助你的这个能量，主要是一个男性的能量。你们可以适当去调节自己啊，保持一个适当开放的一个态度，保持一个灵活的一个想法，一个特性啊，就是你做事情啊，不一定就是必须要去把某些事情做完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要就是总给自己太过多的一些计划性的一些东西，就是规定几点必须要做什么，太过于死板的那种的生活方式啊，工作方式。就是我希望你去花时间去感受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宇宙的能量。我会觉得你身边有一些能量是希望你去能够好好去休息一下，好好照顾自己的。尽量的吧。对于你们来说，感觉你们是很忙很努力的一类人，但是我觉得你们尽量是需要去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可能你们不是第3组宝宝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奢侈的条件去就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的。可能也不是说就随随便便能够请假，或者随随便便能够给自己休假1天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去花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半天也可以，几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是能够做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量，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你们第3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可能是需要得到更多的睡眠的，你们睡眠状态最近有点不太好哦。还有就是要多休息。你们不要觉得就是多休息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呀，或者怎么样的，一定要休息啊！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怎么去努力做你接下来想做的一些事情呢？所以身体是第一，身体最大，并不是说你休息1天就是浪费了1天，你什么都不做就是碌碌无为、没有意义的1天，并不是的，你们身体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可以适当休息一下，迎接这个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你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机遇 offer， 它是能够帮助你们去调整你们自由去调整你们自己的时间的，会让你们生活变得更加灵活，会让你们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你们在之后可能会就是做更少的工作啊，就工作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能够获得更多的金钱。
同时你们日常的那个 schedule， 你们的日常的那个时间安排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灵活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非常好的一个 offer， 很快就会进入到你们生活当中的。就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是要经历更多的一个灵活性的变动吧。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啦，也就是4和8，然后就大概这些时间里，这几个月里面，然后让事情就慢下来，对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旅途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你不要觉得慢下来就会怎么样，慢下来就会退步啊。其实你们慢下来反而会做得更好，比之前要好。所以也是提醒你们需要去打破之前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就类似这样，就是慢下来一定是退步的一个状态啊，不一定的。要打破之前一个刻板的设限，刻板的一个印象。你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要放轻松，照顾好自己。你们仍然是可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而且同时，你们也是仍然能够享受物质上一些富足，还有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提高的。所以我这边看到就是更好的、更灵活的一个未来吧。你们也是在未来能够自由的去安排你们时间上的一些东西的，对，就会变得更加有弹性。就工作点儿想来就来，工作想完成就完成，不会想那么多呀，不会想那些刻板的东西，就很直截了当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你也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看，又是一个隐者，又是一个明灯啊，所以你们身边其实是会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来到你们身边的，会有更明亮的未来朝你们走来，你们也是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们圣杯牌发现也是很多啊，底牌全是圣杯，那就非常非常好啊。之后你们感觉也是不用担心的，底牌都是圣杯，还有个隐士啊。就是感觉你们也是能够很好去调整自己自身的一个能量啊、精神状态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不用担心你们的，非常非常好的，很聪明的一类人，能力很强，就是定时炸弹的一类人，非常好啊！你们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这就是第3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如果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那如果还没有的话，不用担心，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数字啊，就很快啊，最快8天，好吗？也不用担心，就努力的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好了啊。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然后对自己好一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一个精神能量上的一个状态，好吗？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那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